刚才介绍水哥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旁边坐一个小朋友，其实也不用多介绍了，长得太像了。那我们这次还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水哥的女儿王一文小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一文。对于我来讲，我看书的感觉是什么呢？就像一片沙漠里面下雨了，当这些雨点掉在这个沙漠上，尤其是刚晒完的沙漠，就会噗呲噗呲呲的就会被蒸发掉那种感觉。我每一次多看一本书，或者说是多了解一些东西，就会觉得自己就所知甚少，然后也会感觉到始终都让人处于一种饥饿状态。大家好，我是杨光光。其实编剧的生活大部分时间它是非常枯燥、孤独，然后要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对，因为其实写作是一个你付出的过程，是你不断掏空自己的过程，那你需要有吸收的过程，还有充实自己的过程。那其实这两件事情都可以通过阅读来完成。大家好，我是神威。大家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一年365天，有300多天都在 travel。300多天。对，所以说我其实最重要的一个营养吸取啊，一个就是旅途中的见闻，一个就是读书。其实读书和旅行都一样重要。可能旅行是一个让你身临其境的方式，但是阅读是一个可以很快的打开你的眼界，甚至让你足不出户就会去了解很多事情的一个方式。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孔莹，欢迎大家来观看极光夜读，一起在等待极光的时候呢，聊一聊这个夜读和关于阅读对我们人生的一些感悟。神威吧，先从神威开始，可以啊，因为你平时经常在 travel 我想知道在旅途当中你是如何来阅读的呢？这种阅读有2种，一种就是在旅行前，比如说在我在飞机上面，我就会至少准备一到2本书吧，去慢慢的去了解这个地方的一些发生的故事，比如小说书发生的故事，或者说一些人文历史的书，去了解这个地方它曾经是什么样的。但是呢，第2种阅读就是在旅途过程中间，比如说我今天去到这个博物馆，我就立刻结束之后，我就会去搜关于这个博物馆的相关的一些书籍，然后去了解这个博物馆他们可能我当时去参观的时候没有发现的东西，或者去到一些历史古迹啊，或者说去到一些文化的地方，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看的只是很渺小的一点点，但是呢，当我去看书的时候，我才能拓宽我的视野。可能跟神威的生活正好相反，他可能是吗？对，他可能是300多天都在路上，而我可能是300多天都在家里。你就说你60多天都在路上。现实太骨感了，我们可能300多天就是自己面对电脑和一张书桌，然后再写作。对，所以其实在这种时候，你就需要有自己的方式。一方面是你如何去抵抗这种孤独，这种巨大的压力；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如何去汲取营养。刚才介绍水哥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旁边坐一个小朋友，其实也不用多介绍了，长得太像了。那我们这次还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水哥的女儿王一文小朋友，欢迎欢迎。那么这一路呢，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一直不停的读书，拿着 Kindle 在飞机上就几乎有时间有精力的时候就一直在读书。上学以前就是已经可以读纯文字的书了。就是6岁左右。对，6岁之前就已经。哇，太厉害了，因为她是女孩子嘛，其实因为我觉得女孩跟男孩教育是要有所区别的。如果他是一个男孩子，我可能教给他更多东西是动手啊，或者是一技之长。但我觉得女孩的话，我觉得见识就更重要。是的，是的。那么，因为读书对我来讲是我生活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我一直到现在，几乎还保持着每天都在买书啊，每周都会买书。然后，但是我觉得因为时间的问题吧，我积压的书越来越多，就没有读完的书。我从地上落到了天花板，然后我的床底下。包括我床上面，还有我自己还做了很多隔板，因为完整的书柜已经有10几米长，到家里随处都是书，但我还是会不停的去买。当然，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就是在这种现代这种东西比较落后的，像我现在也不会用电脑，然后手机用的也不是很好。那么3、4岁的时候，孩子有一个语言爆发期，就咱们之前聊天也聊过，对，你的孩子可能那也是。对，我们现在是第一个，你这个已经是第2个，持续性。他那时候特别爱说话的，爱表达的时候，
那么我就觉得，就是汉字区别于其他的文字，还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图形图像的功能，就不简单的只是字母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就一种鼓励，比如他教他认识几个字，因为小孩子就会显摆嘛，他就会跟爷爷奶奶说，就会跟周围朋友说，那别人肯定也会是惊讶，哎呀，你会这么多，那他就会觉得，哎。会认这些字可以得到别人的关注，和认可，那就会持续不断的从我这里去索取，那么我当他的识字量到了一定基础的时候，那时候还没上学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怎么去使用新华字典。那当他会用了字典以后，那就认的那字量就会更加的大，更加的多。那么他经常问我问题的时候，问的有时候让我也会觉得哟。可能这个回答起来也没有那么的，那么快了。比如说英文这些东西，虽然我的英文很烂，但是因为我在养一些花鸟鱼虫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涉及到很多专业的这种词汇。那这些专业词汇的话，其实要查起来都很麻烦啊。比如我前段时间我带女儿去新加坡，我发现有一个兰花，这个兰花。然后我就去问我的一个，因为我都没有见过，我问我的一个朋友，我的朋友应该是全球最大的那种兰花进出口商，我把图片发给他不知道，然后后来我是通过很多关系，就是我还有一些比如中科院啊，或者说动植物研究所啊，一些博士啊，还有一些博导什么的，然后查到了属名，有的因为会有很多物种。像这种博物类的，像这种就是自然历史的东西，因为我们的分类学其实起步是很晚。我想跟那个沈巍多聊一下，就你属于经常在旅行啊，在 travel，就属于那种把人生活得像诗一样，那总有是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在路上。那就你对诗和远方这样的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诗和远方啊，就是说，我觉得诗和远方，这谁说的话？就是我觉得远方其实真的不是诗，因为远方其实经历的事特别多。比如像我们这次飞过来，我们其实首先要经历了飞10几个小时，对。但是当你飞完10几个小时之后，你还需要去考虑到我的时差，是，对，还要安排很多事情。对，然后接下来我们还要旅行，又怎么样？旅行过程中你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然后形形色色的事，然后虽然说你说，哎，其实我都不怕，我都很想遇到啊，好像还可以跟我增加见闻见识，但是当你真的遇到的时候，你的心态很重要。如果说你心态是真的是觉得天哪，天都要塌了，那你这趟旅行非常不完美。但如果你觉得，哎，我如果现在这个时候，可能我掉到坑里去了，但我依然能念一首诗，我的诗和远方就来了。就是保持一颗好心态，因为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嘛，既来之则安之了嘛，对吧？对，尤其是其实我想接水哥刚刚说的一句话，他是指读书啊。他说读书的时候是我们读的越多，然后就是说会感觉到自己越渺小。其实我觉得旅行的时候这种感触更深，因为旅行的时候。就不管我是读了多少书，去了多少地方，你就会觉得其实人就在历史的尘埃中，或者说在这个广阔的天地中，你就是一粒沙。你怎么样行走，其实你不要破坏大自然就好了。对于我来讲，我每天都有诗和远方。对于我来讲，我自己的生活，我就每天都过得就像诗和远方。对，因为就我有关注你的微博，就你的花鸟鱼虫，你有繁殖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的就鱼啊或者动物啊什么那些。现在很多人就是看到了很多东西，但看见的很少。就看和观察是不一样的。就像歌德说过，就是思考比了解更重要，但远不及观察。就我一路走来，我能看到很多触动我的好玩的东西，比如在白马镇我们在取行李的时候，大家都在和那个2只鹿在合影。对。但转身我看到它旁边放的那个几个头骨，鳄鱼头骨和旁边有一个蝴蝶的一个标本。当时我觉得，我这个回标本做的跟我们平时做标本不太一样。就我们展翅以后，这个标本其实是在一个标本盒里面，那基本是一个天地盖，然后是一个玻璃，然后我们通常拿那个标本针扎上去以后，这个东西是悬浮在空中的，它做的非常的简单，就从我的成本计算来讲，它很便宜，它就是一个画框，然后它里面弄了很厚的海绵，这个东西直接扎进去了，以至于它的标本没有影子，它反而嵌在这里面。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一种很不错的一种展示方式，包括
我去法国有一个人家，他那个人家就是他们世代都做标本，然后很有意思，就是他是在一个像上海那种老的那种路上那种感觉，就是一个你根本想象不到。就推开他们家门的一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进了一个奇妙的博物馆。就本身我自己家我也做的跟博物馆一样，但是到他那我真没想到，一进门就是一个鹿的一个标本，鹿头，但他穿了一个人的衣服站那，就像一个管家一样，然后一个旋转的嘎吱吱嘎吱吱的一个走廊的楼梯上去，但是你没有想到，在这么矮小低矮的地方，到了2楼以后，你居然看到北极熊。你是看到了狮子，然后你看到的蝴蝶，它不是这样排列的，而是一群飞过去的。然后你再看地上，它可能地下就会有贝壳，有各种其他的生物的展示。这是家，就是把生活过成了诗。然后你进到他的房子，他那里面你知道标本卖的并不贵，什么东西卖的贵？盒子卖的贵。然后他的盒子就是我特别喜欢他的那个房间，那个房间就像我们画画的一个书房一样，有无数的抽屉打开，然后打开以后你就看到，哎呀，就是我们标本，比如说蝴蝶先是三角带嘛，然后你要把它展翅打开，然后定型啊，真的，还有一些甲虫也是。那它那个就是每一个抽屉都会有不同的品类品种，然后不同的姿态，然后非常大的抽屉，就这么大的抽屉拉开，当你全拉开的时候，那种视觉上的那种震撼，这是诗和远方，这是诗和远方卖是吗？他卖，它是个博物馆还是一个商业？开始说是家，他家，然后家族已经是世代都在做这个事情。然后因为开始你没说卖之前，让我立刻想到一个我很喜欢的作家海明威，他的家哈瓦那的家就是都是各种标本都是他自己打来的。但你一说卖的时候，我在想，那为什么要人家家里？还是有你可以去买，他门口也没有挂牌。这就是水哥的诗和远方，对，是，挺让人向往的。他其实是自己在创造诗，对，在创造一个世界，是。其实看到的是远方，因为那些生物，坦白来讲，都不是可能我们生活的都市的家里面都有出现的，但他恰恰把这些远方的生物和植物放在了自己的眼前，就是一种远方。然后本身又是他自己心目中的诗歌，好像就是可能是一种更有效的结合，而不是需要你刻意的，对，就真的去身体上 travel 到一个地方，但是会有亲切感。比如他说的阿根廷这3个字的时候，我就感觉无比的温暖，因为我一直肩头站的那只鹦鹉，它就来自于阿根廷，阿根廷的。然后我就觉得，就包括你说秘鲁，我也非常的喜欢秘鲁，虽然我从未去过。所以你说的亲切，恰恰是一种你没有去过而感受到的亲切。对，而且他是通过他的生物，对，他是通过他这种好像和世界交往的方式沟通的，所以带给你这些亲切感的，恰恰是这些标本，是你阅读的这些植物、生物的书，花鸟鱼虫的这个。对，因为有些东西其实是你想象出来的。比如说我在繁殖鱼的时候。那比如就在秘鲁那边，然后它是亚马逊河的一个开始，然后它一直流经下去，我也准备给自己有这么一个旅行的计划，但是我一直在等王一文再大一些，就他虽然现在已经大到我可以带他走出国门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深入雨林的话，还需要时间。我觉得水哥特别像什么？像我没接触过的一种古人，就古代文人。比如我们去苏州园林，其实去到他们家的时候，他可能看不到大山，看不到河流，看不到各种生活的状态，但他希望说，我家有假山，有池藻，然后其实他建立了一个自己的世界。花海点草。这么亮的极光啊！都飞在天上了，看呀，好美呀！越来越明显了。哇，我们太棒了，太难得了，这就看到了极光。那水哥，你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极光出现的原理吗？这个给大家科普一下。王一文，你跟大家说吧。
好啊。假如说这个是地球，这个是太阳，然后呢，太阳每天朝地球发着太阳风，太阳风里面就有带电粒子，地球和别的星球不一样，它有磁场和大气，然后磁场和大气就成了一个保护层，就像一个保护伞一样保护这两边。因为一直在转，所以呢，南极和北极就是一个漏斗形的头，然后太阳风就可以进去。进去之后，它会和地球里面的氮和氧结合，如果和氮碰触了的话，它就会变成蓝色的极光；如果和氧碰触了的话，它就会变成红色、黄绿色。黄色的是爸爸。又忘了，快去，再回来。丢知识的棍儿。对。